下面我点名，挨个来面试。1号，乔飞，跟我来。哎，你懂法语啊？你这么厉害。我叫乔飞，你叫什么呀？你也是交换留学生啊？你在刚才的用词里把分子生物学翻译成了生物学，把人类学翻译成了社会学，你知道这是很大的错误吗？我现在才大2，有些词大3才能学到呢。不要以为学法语是很好混的一门专业，大1进校玩1年，大2出国交流混1年，大3、大4谈个恋爱就可以拿文凭。你们这样学法语是胡闹。你凭什么说我胡闹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因为学习成绩优秀，我拿了奖学金，我才来瑞士做交流生了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翻译官。主任，您不会真的给我0分对吧？您就说说气话。那一天和那天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我说的是1分钟的事儿。你今天迟到了1分钟。我是迟到了1分钟，但是我刚才看守则上写，迟到3分钟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。所以我没有直接开除你，但是面试怎么打分由我来决定。咱们之前也算是认识了哈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，动手动脚，坐那儿。我给你机会，就是对别的考生不公平，知道吗？我今天之所以迟到了，是因为遇到了一些特殊状况，我已经尽最快的努力赶过来了。迟到就是迟到，无能的人才找理由。你将来出任务，你是希望主席等你，还是总理等你啊？那天真的是意外。别再跟我纠缠了，也别再浪费你的面试时间了。现在我照例问你几个问题。乔飞，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翻译官？因为我是……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在外语学院学法语的，高翻院不接受流水线产品。因为我是把张璐姐当成我的偶像，我想成为像她那样的国家级的高级翻译。不切实际，自以为是。你的成绩倒一直还可以，是挺好的，我一直是第1名，我是学霸。在学院里第1名，不代表在高翻院是第1名。我们招揽的是人才中的人才，拔尖一点都不稀奇，出类拔萃才是我们需要的。你既然一直是第1名，那为什么大2在瑞士做交换生的时候被扣光了奖学金，提前回国了呢？那个真的是我人生中唯一的污点。那次我碰到了一个特别坏的人，就因为我犯了一点小错误，他就去挑我的刺，告诉我们老师，我被扣了1半的学分呢。分子生物学和人类学这样的词汇都弄不清楚，你觉得这是小错误吗？档案里还写了。别动！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当时在苏黎世给我挑刺的那个坏人，就是你吧？是不是你啊？我说你怎么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呢？你挖了坑在这儿等我呢。我视力很好，从来不戴眼镜，而且我看人也非常的准。当时我就告诉过你，你不适合做翻译。真的是你啊！你说不适合就不适合，你凭什么这么早给我下判断呢？你要再这么跟我纠缠，你就是影响面试。按照守则，我现在就可以开除你。高翻院是你们家开的，你说开除就开除。我在这坐着好好的，我怎么影响面试流程了？好了，你的面试时间到了，请你出去。面试一共2个半小时，150分钟，15位考生，每个人10分钟。你进来刚好已经10分钟了。您忘了您刚才开除了那个粉丝吗？
现在是14个人，每个人有将近11分钟的时间，所以我还有时间在这儿跟您把面试做完。加减乘除算得不错呀，数学是数学老师教你的。行，你还有什么想跟我讨论的？今天迟到了1分钟，确实是我的不对。我没有预留出来意外发生的时间，所有的过错我自己来承担。但是我想问您，如果是您的话，在外事活动中迟到，您会怎么办？我绝对不会迟到。如果万一呢？没有万一。你把表调快了半个小时。11分钟到了，请你出去。你们不会真的给我0分对吧？出去。小飞，怎么样？题难不难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什么题都没跟我出，就给了我面试0分。0分？那怎么办呀？你现在面试成绩为0，那这下都得靠笔试了。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？他这个人魔就是想故意刁难我。我乔飞要是被他程家阳赶走，我就不姓乔。下一位，郝哲做准备。给你0分，心里窝火是吗？跑到高翻院来骂街。安塞弗朗，你这是在说我笨蛋啊？那你也是在骂街啊？我在说风筝，我在说我想放风筝。你想放风筝？现在？那你也是在影响面试流程，牵强。行啊，嘴上一套又一套。那我再给你一次面试机会。我就不姓乔，用法语怎么翻？保留杀气腾腾的感觉，还有贴切法语的表达习惯。Je te paie d'un bois en or。还算贴切。等一下，我回答上来了，是不是不用得0分？当然，我给你10分。才10分？行了，乔飞，都说程家阳说1不2，他能改变主意给你10分就不错了。是啊，就怕是什么？就怕是程家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下不来台才给你的10分。其实啊，他已经10分讨厌你了，那你就会10分倒霉。我现在10分生气。擦的还不赖。那天，是我太冲动了，给您添麻烦了啊。我就说啊，你呀，就是太倔，太拧。你去高翻院我管不了，但是你别影响我这儿的工作。我1周4个晚上，你要是来不及，你就给我走人，更别想跟我提前预支工资。我知道，我肯定会来的。您千万别把我炒了，我就指着这点生活费呢。知道就好。我知道你们家的情况特殊，你打个工不容易。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勤工俭学4个字儿，哪个最重要？啊？学。是勤，勤劳懂吗？赶紧干活去。昨晚1点钟哎，翻墙回来，被我逮个正着，这不是第1次了，经常晚归，住宿费到现在还没交，就剩他一个了。你快毕业了吧？我很理解你们毕业生找工作、实习都很忙，但学校有学校的规定。对不起，我真是最近毕业的事情太多了，给您添了不少麻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不能连着3年都要毕业吧？
从你搬进来那天算，我逮着你多少次了？住宿费也是，每学年都恨不得拖到第2年才交。交，我一定尽快补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我可以帮你向学校反映，解决问题的。没困难，老师，没困难，我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。我现在能出去打个电话吗？那行吧，你先去打电话吧。谢谢老师。喂，什么事儿？赶紧说，我这串戏呢。哦，喂，佳怡，我……行，我知道了。住宿费是吧？每个季度都这个点儿，你不说我都能猜到。你先借点钱给我呗，我回头按银行利息还你。哎呦，没事儿，你先留着用吧。你放在我这儿呢，不靠谱，还不如借给你呢。要多少啊？这回5000你有吗？1000是住宿费，还有4000。哎呀，我的学费都是系里帮我垫的，我自己攒的也差不多了，还有4000块钱。行，5000没问题。家爷，我刚发劳务费，哈哈哈。钱我马上打给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条件。我今天吧，刚把我那经纪人兼助手给炒了，我觉得给我接那戏太不靠谱了。你呢，交完住宿费以后，收拾东西来我家，咱俩一人一间房子，我保证平时没什么事儿，我绝对不打扰你，你爱干嘛干嘛，爱几点回来几点回来，我也肯定不打扰你学习。但是，在我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充当我的经纪人兼助手。我知道你最近忙，能不能帮帮你姐们儿，行不行啊？我保证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肯定不烦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这儿来一电话，先不跟你说了，周末下期我找你去，啊。乔飞，怎么回事啊？合格线110，你总分超了呀，怎么没被录取？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乔飞，我估计你就是得罪那程家阳了，他外号叫人魔，你敢跟他叫板，他肯定卡你。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翻译梦。哎，乔飞，你去哪儿？哎，我找到了，在这儿呢，真的，在这儿呢，你看。哎呀，笔试第1。可惜了，佳阳，你是不是太严厉了？程主任也没想到今年院里的评分标准变了呀。迟到就是迟到了，给他见习实习资格吧。我就知道，他还是爱才的。这样的好成绩，在我们高发院，我记得只有1个人拿到过。我当年没那么高，那肯定是佳阳啊。你佳阳是直升的，没进过实习考啊。那会是谁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小华。谁在说我啊？哟，小华回来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说一声。佳阳没跟你们说吗？是他去机场接的我。我这个弟弟呀，真是的。你又没回来上班，
我没必要什么都跟大家说吧？田主任，高翻院还欢迎我吗？当然欢迎了，回来带项目组吧。我还是先做讲座吧。我刚回来，项目组压力太大了。啊，也好，这个学期你就开讲座，1个礼拜安排2次，如何？好。没诚意。我们要找开讲座的老师，去外语学院找不就行了？哎，佳阳，小华的讲座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他在法国待过，又在瑞士那么久，还懂商务这一块，一定大受欢迎的。那不一定呀，杠上了。他呀，就是这么孩子气。程家阳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临时改了达标要求，故意把我淘汰了？你觉得你自己这样很厉害吗？你毁了别人的梦想，很开心吗？乔飞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我没办法冷静一点。你知道我为了进高翻院，我已经整整努力了7年了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你，你就要把我刷了。你如果是因为法语水平把我淘汰了，我没话可说。你这样报复我，你就是下三滥。下三滥？谁下三滥？我说的就是你。我笔试分数125分，就算你面试只给了我10分，但是我135分也超过及格线110分了。你为什么要淘汰我？本来我没有必要告诉你，但是既然你问我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今年达标不只要求总分，还要求面试、笔试双达标。你的面试不及格，所以不予录取，明白了？以前总分超过及格线就可以了，为什么今年要双达标？还不是用来针对我的？针对你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高翻院没你不行吗？地球没你不转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高翻院，不会迁就任何人。你的面试不及格，就是不予录取。难怪他们说你是变态，说你是成人魔。我叫程家阳，我有我自己的名字。你虽然不予录取，但我会给你一个见习实习的机会。什么见习实习生？啊，这位同学，程主任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算正式实习，但同样参加实习期间的3次淘汰考试。那如果转正了以后，大家都一样吗？对，都一样啊。这丫头伙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正好安排实习生分组，来吧，你跟我过来。我看看啊。怎么了，老师？你的同学们都已经选好分组了，然后梅梅老师那儿也满了，所以我不带他。你这孩子，刚才骂人的气焰哪儿去了？你是文小华老师吗？对，我知道你，你被评为中法语言交流青年学者，对吧？你是我的偶像呢。又来一个偶像啊！你的偶像不是张璐吗？是个女翻译，翻译的好一点就成你偶像了，太廉价了吧？我是真的很喜欢文老师啊。主任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我之前以为自己进不了高翻院呢，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套近乎、拍马屁在高翻院都不顶用。对，戴有色眼镜就管用。我说我自己呢。行了，佳阳，你对实习生都针锋相对啊。我挺喜欢乔飞的性格，你看在我面子上就带他吧。今年不是不让我带人吗？我的通过率很低呀。你不是让他当见习实习生吗？不算人数。你要是不带我，你就是小心眼儿、记仇。拿话堵我？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你也真是的，
服个软不就行了吗？跟他道个歉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安塞佛朗。要我带你也可以，但我有一个额外的要求：转正考试的时候，只要你没有考到第1名，就算淘汰。接不接受随便你。我接受，我一定会努力考到第1名的。1，我对你的努力没有丝毫的兴趣，你淘汰只是早和晚的问题。2，高翻院法番组的学生一律不许迟到。3，高翻院的规则都给我记下来。跟我来。对了，手表给我。调快了半小时。我说过不会再迟到了。你给我调快了1个小时。因为你迟到过。准备一条睡袋。睡袋。加班的时候想睡在地下也没问题，反正跟我没关系，我不会带你。哎，小飞，来，坐，我们这聊天呢。行了，都不用让来让去了。你们大部分人很快就会被淘汰，将来有的是时间在家里做。这里现在是你们的办公室，只要在工作，精力就必须高度集中。其实通过实习期的3次考核非常简单，只有一个要求：不许出错。你准备睡袋了吗？睡袋？没通知啊。人模要给我发睡袋了，我估计下次要给我发骨灰盒了。谁还在小声说话？谁说话谁就给我出去。现在你们已经是实习期了，一切靠自觉。我不说话，我用眼神杀死你。魔鬼式训练开始了。倒数3秒。Les nymphéas sont une série d'environ 250 peintures à l'huile élaborées par Claude Monet, impressionniste français pendant les 31 dernières années de sa vie. Ces peintures représentent le jardin de fleurs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 bassin de nénuphars. 这种内容还行吗？对啊，你这种训法，万一把他弄得没有自信了怎么办？这种跟读，就算不懂法语的人都能蒙对1-2句，有什么会自信的？ Également dans d'autres œuvres comme le tableau de la série Fracas Saint-Lazare. 台阶数多少？一共157个，每层25个，5、6层之间做了7个，对吗？去帮我买5杯咖啡回来。你们喝什么？哦，那幸亏我不是你的实习生。不喝算了。我要1杯热巧克力，半糖少奶。拿铁多1包糖，谢谢。田主任要 espresso， 另外1杯大杯美式，三明治不要鸡蛋和花生酱，给你也买1杯，我请客。热巧克力半糖吗？喂。老大，我祝你长命百岁，永不退休。
哪天要程主任当上了郑主任，我就直接申请政治避难了。哎，他数对了吗？会不会只数了一层，然后做个乘法？那防火层他就数不到了。还有防火层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谁没事走楼梯数台阶玩啊？中午晚上好，周给咱们带午饭吧，吃什么我请。胡闹！程主任都可以让实习生带咖啡，带咖啡也是我训练内容之一。练什么？跑腿啊？练注意力。主任，热巧克力半糖少奶，拿铁多1份糖，然后还有浓缩美式，三明治，不要花生酱和鸡蛋，对吧？谢谢。刚才你在楼梯间听到的音频内容是什么？刚才在楼梯间听到的音频内容是什么？内容我记得。中途替我去买了杯咖啡就全忘了？那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什么？学会分配注意力，学会在复杂的环境中，把注意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。继续。我台阶数错了吗？我跟你说结束了吗？没结束吗？不是数完台阶就没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结束了？你在家躺着的时候，任务才结束，知道吗？是你说请大家喝咖啡的。我们招的不是跑腿的，我们花这么大的力气培训你们，不是让你们去买咖啡的，而且是你主动同意接受高难度附加考核。你不要再跟我找理由了，赶紧总结一下，你听到了什么？是莫奈作品的，一个睡莲系列。什么？然后呢？还有一个圣什么火车站，对不起，主任，名字我没记住。勉强通过。你给我记好了，下次再由个人原因没有完成任务，不许再给我找理由，听见了吗？赶紧记下来，迅速给我翻成法语。李雷，我们的实习生现在是不是在训练室练视频跟读呢？我去看看。走，我跟你继续。主任，我现在去。哟，你在啊？专注写报告30年。挂号处写着你休息，外面那么多人挂不上号，你在这写报告，你想干嘛？没什么，恭喜你，马上要当副主任了。这能挂号吗？挂号在1楼。爹，你在这儿别动，我去问问。高佳明，你别以小人之心躲我，我问心无愧，我压根儿就没看过你的临床数据报告，只是凑巧和你选了同一个方向。凑巧。要说我们还真是挺有缘的。老赵，你在周浦医院工作得有20年，一直致力于开颅手术的大面积出血控制，这怎么就帮我陪赞助企业老总开了个会，就突然对海绵状血管瘤这么感兴趣了？不要以为这个课题很容易攻克，要是容易，我都研究5、6年了，还能轮到你？这个病
是神经外科的不治之症。是文道来找你，你以为是我巴巴的想做这个项目？实话告诉你说吧，高建明，他们选择我不选择你，那是因为你影响力太小。他们商人说的做公益，扔钱也得听个响啊，只有我来牵头才行。是文道给的你钱。我的是个不治之症，就是你说的那个海绵状血管瘤。我说那是不治之症，我又没说你一定会死，只要你控制得好，最差也就现在这样。你别哄我了，我脑袋都3次出血了，这个肿瘤压在我的中枢神经上，一直在长，再出血，我的命就挂了。它就像个定时炸弹，随时会爆。行了，您的话呀，我也听明白了。您得的这个病确实是不可逆，但是要是治疗得好，通过手术是可以把肿瘤切除的。大夫，您说的这是真的？真的可以把我脑袋的这个定时炸弹去掉？你放心啊，我对你负责。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不易贸易的货物，不易被贸易。哎，乔飞，你怎么没去吃饭？没胃口。你上午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太惨无人道了。怎么，是不是又给你布置作业了？画卷舌印，数着台阶跟读，不能数错，不能读错。要买4杯咖啡，有的加糖，有的不要糖。少奶不加花生酱，不加鸡蛋。我哪知道这是陷阱还是任务啊？买完以后呢，跟你说让你背诵全文，对，就是艺术评论。我跑腿买了咖啡，我还要给他背诵全文。哎，乔飞，你没事吧？你的脸好红啊！好着呢，38度恒温杀菌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去请个假，你跟主任请个假，完了祝福下吃点药。好呀，那你帮我请好不好？如果去跟那个成人模请假的话，他肯定会说：“乔飞，任务期间你怎么能够生病呢？为什么记不住我说的话？不要因为个人原因影响工作，不要找任何借口，是不是？”学得很像嘛，以后你来当主任得了。郝哲到，李雷让你去资料室找他。哎，好嘞，谢任主任同志。他落东西了。吃吧。吃不下。抓紧一切时间休息，保存体力，这也是命令。这你特地给我买的呀？以后有意见当面说，高翻院不喜欢背后议论。这么快吃完了？不吃了，减肥。今天的交互传译练习题目不会太难，因为有的人跟我反映，说训练太难了。太难了。如果这种训练你还觉得难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你的专业水平有问题，你需要加强你的专业训练。
2个人自由解组，其中每个组派1个代表到我这儿抽取资料，1个人戴着耳机跟着听读，另外1个人根据搭档的听读进行翻译。2分钟换1次角色，先是2组。我好紧张。别紧张，我觉得翻译完成了以后，人模肯定会让咱俩把翻译的内容总结个中心思想，端个大意之类的。没事儿。可是万一我不知道我自己说什么，万一你也忘了怎么办呀？